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在此与诸位结缘。老子用了一个极为生动而又耐人寻味的比喻，开篇一句便是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。看似简单，其实是对治理之道、权力之理、人与制度之间微妙关系的深层次提炼。在现代语境下，特别是结合当下工作环境与社会制度的现实压力，这一章仍然提供了许多具有穿透力的思考路径。所谓烹小鲜，意思是烹饪小鱼，火候不能猛，翻动不能多，一旦过度就容易破碎失味。将治理大国比作煎小鱼，首先就打破了许多关于治国必须强力、动辄威权、制度化压制的直觉观念。这背后其实隐含了老子一以贯之的柔弱胜刚强、无为而治的道家政治哲学。老子接着说：“以道立天下，其鬼不神。”这句乍听之下颇有玄妙之感，但并非不可解。这里的鬼不只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神奇或亡魂，更广泛地指代那些超越人力、无法掌控的神秘力量，或者说是被恐惧放大了的未知事物。而神字在此更可以理解为作祟、干预、显灵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当统治者以道为根本来施政，这些未知的潜在干扰政务与社会秩序的力量就会自然安静下来，不再搅扰人间。进一步的，老子说：“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伤人。”这里再次强调了一种对恶性力量的转化。当一个社会以道为基础进行治理时，即便还有某些残存的不安，某些可能存在的危险，他们也不再会伤害百姓，不会制造混乱。这背后的逻辑是老子认为真正安抚人心、净化社会的，不是强力压制，而是道义之感化，是由治理者的内在德行带来的整体氛围转变。接下来老子说：“非其神不伤人，圣人亦不伤人。”这句话其实是前一层意思的递进延伸。圣人，也就是具备道义修养的领导者，他既不会用暴力手段伤害百姓，也不会通过制度强控来塑造秩序，而是用自己的不伤来示范、感染、安抚、导引，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不相伤的局面。最后一句是这整个段落的总结，也是道家政治理念的核心精华：“夫两不相伤，故得交归焉。”意思是，当鬼神不伤人，圣人也不伤人，人与不可知的力量之间达成了和谐的共处，那么德就自然流转起来，归于人心之间。这里的德既是道的外显形式，也是人性中向善、向和、向稳的内在倾向。讲到这里，我们要特别思考一个问题：这一章所强调的不相伤，其实并不只是神秘主义意义上的人与鬼神之间的和谐，更是一个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权力张力的解构与重塑。在现代社会，这正好回应了我们在工作环境中所遇到的一个普遍困境：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紧张状态。现代职场中的管理机制常常偏向于量化控制、制度约束、绩效考核，企图以可控指标取代信任，以惩罚机制代替激励关系。这种逻辑表面上保证了效率，实则是不断消耗员工内在的归属感与主动性。尤其是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日益普及的今天，从流程、工时到绩效评分，管理者可以对下属施加几乎无死角的监管，但由此带来的并不是更高的执行力，而是更深的疏离与防备。此时再回到老子的那句话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，就显得尤为可贵。鉴于不能猛火乱翻，管理人也一样。当管理者以柔和、审慎、不急于控制的态度来面对员工，反而更容易激发出团队的创造力与责任感。以道立天下，
在职场中就体现为不急于干涉，不滥用权力，而是关注整体的生态环境，关注人心的微妙动向，善于做一个引导者，而不是一个控制者，做一个制造信任与空间的人，而不是用惩罚与威慑去压制他人的人。在家庭关系中，这一章也提供了深刻的借鉴。许多家庭矛盾的发生，并非因为彼此恶意，而恰恰是因为过度的干涉与期待。比如，父母对子女的发展方向强加意见，夫妻间对彼此行为模式过度批评，都很容易让关系陷入紧张与敌意。这种看似出于爱与责任的管理，其实就像烹小鱼时猛翻了几下，不但无法保鲜，还破坏了食材的自然形态。而当家庭中的成员能够彼此保有一定的自由空间，彼此之间不过度干预，不用强制规范对方的生活方式，反而更容易形成一种温和的连结。这里的德交归焉，就是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在不互相伤害的前提下，自然形成情感的流动，理解的深化，信任的增长。这种关系的稳固，不是靠制度和规训维系的，而是靠彼此之间无形的道义之力，对彼此边界的尊重，对人性自主的理解。在社会制度层面，这一章也可以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权力与规则的关系。当代社会治理往往倾向于立法细致、监管密集、惩罚快速，似乎通过规则越严密，社会越有序，但现实却往往相反。规则越繁琐，越容易激发规避与对抗心理，甚至滋生出更多灰色地带。人性在极度压迫中，不是变得更道德，而是更容易向底线妥协。因此，老子提醒我们，以道立天下是比法律更基础的治理框架。所谓以道，就是以人性为出发点，以整体生态为考量，不是为了管控而治理，而是为了让众生得其所而治理。当治理者不急于通过权力彰显自己的有效性，而是愿意退居幕后，少做干预，以德化人，那么社会反而更可能安定有序。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一种软治理或生态治理观。在这样的治理中，政策的核心不是规则，而是氛围；不是惩罚，而是引导；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，而是润物无声的道义。与此同时，这一章还在提醒我们，每一个个体在面对制度和权力时，并非毫无能力，而是要寻找属于自己的道义位置。只有当个人与集体之间形成不相伤的共处关系时，德才能成为真实存在的力量。这种德不是口号，不是宣传标语，而是一种被感受到的信任、尊重与正义感。从管理到家庭，从制度到个体，每一个层面都在呼应着一个共同的道理：人不能被伤，制度不能压人，治理不能太急，关系不能过猛。越大的系统越需要温和以对，越复杂的局势越不能躁动粗暴。这正是老子一以贯之的深意所在。他不只是教人如何治国，更是在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治理不是手段的问题，而是心态的问题；不是控制的能力，而是理解的能力。当我们慢慢体会这种不伤的逻辑，就会明白，力量不在于出手的力度，而在于不出手时的分寸；领导的威望不在于权位，而在于无为而化的德行。兼于尚需谨慎，治理人心又岂能粗糙？当德归于人间，我们的生活就不再被焦虑、恐惧与冲突主导，社会不再靠高压为稳，职场不再充满内耗，家庭也不再是彼此内心拉扯的战场。这种不相伤的境界，不是理想国，而是可以通过修身慎行、体察道义而逐渐靠近的真实途径。而这也为我们接下来的第61章打开了另一重更深的意境。老子将继续谈到柔弱的智慧，提出一个看似更极端的设想：大国者下流。这不是退让的屈服，
而是权力结构的重新理解。如果你已经理解了烹小鲜的细腻，那下一章你会看到，在天下之交的博弈中，如何以低为高，以后为先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《道德经》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